这媳妇儿真能吃，3年没断过。李家就是养了个饭桶。各位，我李满仓今天请客，就是想告诉大家，我从挑货郎做到全县第1个万元户，靠的是本事。还有一件喜事儿，我家这饭桶媳妇儿今天终于能滚出我家门了。这3年，你除了吃就是吃，1分钱没挣过。我儿子发达了，你也该让位了。锦芝，你在我家吃了3年白饭，今天把字签了，该走了。3年账我都记着呢。1980年10月，我进门那天，你挑货郎欠账800，我吃了第1顿饭，第2天他进货赚了50。1981年春天，你赌气不让我吃饭，连着亏了3天。我说让我吃饱，他不信，我端着碗吃了1宿。第2天他接了全县最大的单子，我旺家命，我吃的越多，你家越旺。你李满仓能做成万元户，全靠我吃出来的。我听说过这事儿，对，他一不吃饭，李家准出事。迷信！我李满仓靠的是本事，不是你这张嘴。满仓，咱们不跟他计较，赶紧办完事儿。你爸田学文是供销社主任吧？后天县化工原料统购大单就开标，他是主评人。你俩提前把事儿办好，是怕我拦着？你胡说什么？我没胡说，你这3年押上的全部身家，就等着后天那一单翻身。你现在把我休了，是怕我再旺你，对吧？我不信你那套，签字。行，我签了，但我话搁这儿，李家没了我，等着完犊子吧。滚！以后别回来！陈开山，敢不敢娶我？你谁？周金枝，李满仓刚休的媳妇儿。明天早上8点，民政局门口等我，带上户口本。你真来了。户口本带了没？我不知道你什么来路。你昨晚打那个电话，你原料卡在港口，贷款通知书到了，后天就要开标，你现在是不是差一口气？哥，他咋知道这些？你想干嘛？娶我，1分钱彩礼不要。我旺家命，我进门，你原料过件，大单能拿到。你刚被李满仓休了1晚上，今天就来卖旺家命？你不信没关系，我就问你一句，你现在还有别的路吗？今天娶我，你还有一搏；今天不娶，明天我嫁别人，你自己看着办。
哥，死马当活马医嘛。等着。结婚？对，你也同意？同意。愣着干嘛？回去等消息。这要是没用，你怎么说？没用，你再去民政局把字儿签了就行。哥，港口那边还没来电话。你就知道吃。吃饱了才忘得动。你认真的？李满仓那3年是认真的，你这一顿也是认真的。陈厂长，你们那批原料重新复检过了，全部过检，下午2点可以来提货。过了吧？过了。哥，咱们去提货。去提货吧，明天开标，你准备好材料，我跟你去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媳妇儿。岳父，明天开标的事儿您看着办，钱到账了。爸，陈开山那边用不着管他。本次县化工原料统购大单评分已完成，现场公布结果：李满仓方综合评分91分，陈开山方综合评分72分，大单会属李满仓方。田主任，我们的原料样品质量指标是全县最高的，凭什么低20分？分数有评分细则，有据可查。你要是不服，可以走程序去告。我要看评分细则原件。程序走完再说。你干嘛呢？吃饭。这时候你吃饭？吃饱了才有劲儿。你坐下，别急。你们看见没？输了还在吃饭，这媳妇儿嫁过来就会吃，也就能吃了。省物资局驻县东岛组例行复函，请各方代表留场配合。查验样品，统合细则。田主任，陈开山方原料样品硫含量、恢复挥发位3项指标均超省级优等标准，李满仓方样品有2项未达标，这个评分怎么打出来的？评委已在质量一栏给陈开山方打了28分，满分40，这个分是怎么打的？请评委乙解释。我按实际情况打的。老秦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。按实际情况，样品超省级标准，你打70分，实际情况是什么？老秦同志，评分过程中可能存在疏漏，我们可以重新评分。重新评分，现场复查，我来监督。复核评分，陈开山方94分，李满仓方78分。县化工原料统购大单归属陈开山方。凭什么？凭样品指标和评分法则，不服走程序。
签合同去吧。陈厂长，听说你们厂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，我们诚心来谈，你那批原料我们要了，8折，今天就能结款。什么8折？没这个价！陈厂长，不是我们压价，是市面上都这么传的，说你们厂贷款到期，急着变现，8折已经是诚心价了。你要是不急，咱们就算了。哥，陈厂长，这消息是李满仓那边传出来的，好多人都知道了。你要是今天不出手，价还得往下走。先把人打发走。今天不卖，你们回吧。陈厂长，你们内部商量好了再谈。商量好了，不卖。价还会再调的，你们考虑清楚。你干嘛？那2个人走了，后面的只会压得更低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你知道个屁！你这是把大家往火坑里推。咱们现在账上还有多少，你清楚吗？贷款下个月到期，你让我等什么？你等我去跟李满仓谈。谈什么？分家产。哟，陈家媳妇来了，有事儿？我跟你离婚的时候，你欠我3年的聘礼钱没结清，今天来要账。什么聘礼？当初说好的事儿，你现在翻旧账？当初你说等发达了补给我，现在你是万元户，该补了。我现在手头不方便，不方便就用货抵。你那批原料抵我的账，我折价收1折。你看见没？他来替陈开山接烂摊子，1折，他知不知道1折是什么价？他真以为捡着了。行，1折就1折，我也不占你便宜。今天签，钱货2清。哎，里头的人，把合同拿出来。货我明天来拉。这批烂货脱手了，让陈开山接着亏去吧。1折？你拿1折把那批货买回来了？你疯了！那批货连8折都没人要，你1折买，咱们亏进去了。没亏。你怎么算的没亏？那批货市价就没人接，你花钱买烂货回来，仓库放着占地方？放着就行，等着。周金枝，我们现在账上的钱你知道吗？你跟我说放着等着。陈开山，你信不信我？你信就坐下来等，不信你现在去民政局把字签了，省得你跟着我担心。陈厂长，听说你们手里有原料存货，我要3吨现金结。厂长，我要5吨，今天就拉走，价钱你开。什么情况？省里昨晚下了停改令，全城同类厂全停产了。现在原料断货，你们手里那批是全城唯一的了。要货可以，3倍价，今天结清，先到先得。3倍就3倍，我先来的，先给我装。陈厂长，我比他早到5分钟，你看着办。小妹，去拿登记本，按顺序来，钱不够的往后站。哥，咱们今天收了4800万。你怎么知道停改令要下？昨天路过供销社，公告贴出来了。你昨天就看见了，回来什么都没说。说了你也不信，还是得等到今天你才信。贷款2000万，今天还清，剩下的还剩4000多万现金。哥，咱们发了。
陈开山，你们卖的那批原料是我的，你们没权利卖。你们都听着，这批原料的货主是我李满仓，他们私自卖我的货，这买卖不算。谁要是给了钱，找我退。你的货，你看清楚这是什么？这是你亲笔签的买卖合同，一折卖给我的，你自己按的手印。现在这批货是陈家的，跟你没关系。当时说是分家产抵账，满仓，咱们走吧。整会他。对，抵完了，货归我，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。你现在说不算。周金枝，你耍我！你自己签的字，怨不着别人。陈开山，你给我等着！听说你那批货让周金枝转手了，让他坑了！陈开山现在赚了4000多万。急什么？赚的越多，后面跌得越狠。你什么意思啊？省物资局要转型了，要建新型化工产业链，谁先建新厂，谁就是唯一战略合作伙伴。以后全省的单子都走那一家。这消息是真的？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下个月正式公布，现在知道的人不超过5个。师傅，这消息值多少钱？你开口。2成干股。行，去准备吧。建厂的事要抢时间，陈开山那边我会拖着。李满仓昨天去银行抵押了公司，贷了2000万，要建新厂。你听见没？他要抢先建厂，省物资局那个合作伙伴的名额，他要先占住。听见了。那咱们怎么办？咱们现在账上有4000万，我去银行再贷2000万，跟他同步建，不能让他抢先。对，要赶快动起来。先别贷。为什么？去了也贷不到。你怎么知道？去试试就知道了。陈厂长，你们厂资质没问题，账面也好看，但是这个新建厂项目省里还没下正式通知，新项目风险评估没走完，我这边走不了流程。李满林建厂你们贷给他了？李厂长那边走的是抵押贷款，性质不一样。什么时候能走完评估？这个要看上面。老胡，田秀文跟你打招呼了。你早知道他卡了，猜的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回厂，我跟你说。最老的那2台11年了，能用但是慢，出货率比新设备低3成。把现有厂区设备全换掉，换最新的一批。人家在建新厂，咱们在换设备。对，换设备能顶什么用？省物资局要的是新厂新产能，你换旧设备，到时候人家新厂开了，你这边还是老厂子，凭什么进过他？我爸以前养鸡。什么？我爸养鸡，村里人都在扩鸡舍，他也跟着借钱扩，盖了全村最大的鸡舍，借了一屁股债。当年禽流感，鸡死光了，债没了，家底也没了，跑在前面建的那几家也全垮了。你现在账上有4000万，李满曾贷了2000万赌，他要赢得先熬过建厂期，熬过验收，熬过开标，这中间任何一个地方出了岔子，他就垮。万一他没出岔子呢？那咱们设备换完了，出货率高他3成，省局来考察的时候，新厂产能高但不一定稳，旧厂改完了稳不一定输。哥，设备换哪家的？我已经问过了，这家货期最快，12天到位。王叔，你跟我去谈设备的事儿。主任这几天吃不下东西，大夫说是厌食症，什么都不想吃。这几天脾气也不好，开会动不动就拍桌子。主任说了，
要亲自下线视察，2家厂都得走一遍，说要自己看，不信下面的报告。老于主任，您看，这边是新引进的一批设备，全省最新型号，产能是老厂的2倍，验收指标全部达标。我们上个月刚跑完省级检测。主任，这边各项指标确实漂亮。漂亮。主任，坐，喝口茶。我们厂里的土点心，自己做的。主任，我们没新建，是升级改造。这批设备是国内现在最新一代，出货率比新建厂同等规模高3成，稳定性有王叔他们这批师傅背书。这厂开了10多年，没出过事故。主任，简单吃个饭。我吃不下。这个香，这个也香。您要是不吃，我替您吃了，浪费了可惜。主任，您再盛一碗。李家那边数据好的蹊跷，回去让人查查。这位是我媳妇儿。今天你跟老于说了什么？没啥，就吃了顿饭。你让他多吃了2碗。他自己想吃的，跟我没关系。金枝，谢谢你。谢什么？我就是饿了。要让他们再说今天的天气。岳父，审计的人进档案室了，我昨晚没睡着，那些往来记录。你慌什么？我慌什么？那里头有你给我传的内部文件记录，有电话记录，查出来咱俩都完。所以今天得把记录消了，你那边的消你的，我这边的我来。你现在乱才是最大的破绽。那图纸的事儿，建厂图纸跟省局内部方案重合的事儿，他们要是比对出来，嘴严点儿。你去把你那边的记录处理掉，今天之内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拍到了，2个人说话的，田学文手指头点着李满洲那个也拍到了。行，走。这张好。你要怎么用？去找审计组。就这样去？光凭几张照片他们能信？不是让他们信，是让他们有由头去查。供销社主任田学文和李满仓昨天早上在赃车后院密谈，今天之内会销毁来往记录。这是现场照片。你怎么知道他们要销记录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他们在密谈，销不销记录，你们去查就清楚了。李家建厂图纸和省局内部方案重合的事儿，你知道？我就是个厂子里的人，这种事我怎么会知道？你们比我清楚。我们知道了，你们等通知。说了什么？给他们看了照片，提了线索，让我们等通知。就这样，咱们还能做什么？就这样，等着他们挖自己的坑。那销记录的事儿呢？该在的总会在，不该在的早晚会出来。万一他们动作慢，李满仓那边先把记录销干净了呢？销干净的图纸还在，建厂方案还在，这种事儿销不干净的。省物资局签约仪式，2家都通知到场。现场宣布唯一合作伙伴，让2家都去，这不就是走个过场吗？该谁的还是谁的。那岂不是稳了？这次稳了。你能不能别吃了？这是什么场合？哇！
各位，今天签约仪式正式。本次专项核查工作组就相关事项，现正式启动核查程序，请相关人员配合工作。陈厂长，上来。去啊！看什么呢？怎么了？没事儿。今天上午去谈新原料供货合同，永盛那边的采购主任约好了，你跟我一起去。你自己去吧，我身上不舒服。哪里不舒服？金枝姐，你没事吧？胃昨晚吃多了。嫂子，要不要去看大夫？不用，躺躺就好。你们去。那行，我去，你在厂里歇着。陈厂长，这个条款我们得改，供货周期从30天压到20天，违约金这里也要上调2倍。20天出货太赶，我们厂现在设备刚换完，磨合期陈厂长，你们刚拿了省局合作资格，这时候不是你们讲条件的时候，是我们挑你们的时候，你明白不？哥，这违约金签了，没办法。你今天要是去了就好了。老刘那边的条款太苛，我没压住。我去了也没用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去了也没用，你自己谈就行。我有点累。锦芝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当初那些事儿全是田学文在后头撺掇，他让我休你，说你是克夫命，我信了他的鬼话。锦芝，这些年我把你亏的，你回来啥都听你的，厂子没了，债我慢慢还，你回来我们从头开始。当初你让我签字，我签了，没哭没闹，一声没吭。你让我走，我就走了。我现在不需要你来认错，也不需要你说田学文怎么了，那是你自己的事儿，你自己把账算清楚，别来烦我。你今天处理得好，没什么好不好的，该说的就那几句话。他跪了多久？半个钟头。你就站着看他跪了半个钟头。他当初让我走，站都没让我站，连口水都没给倒。你做饭？坐，吃饭。陈小妹呢？让她去仓库对账了。你平时不进厨房的？今天进了。多吃点。我最近胃口不太好，可能忘不了家了。忘不忘的我不稀罕。什么意思？你把饭吃完。今天上午跟永盛重谈合同，我去你歇着。上次你一个人去吃亏了，这次我知道怎么谈了。陈厂长，上次那个条款你签了，这次还有什么好谈的？违约金那条改回来，出货周期30天，原来怎么写的怎么写，不是请求，是谈判。不是架子大，是上次那条款本来就不合理，你自己清楚。合理不合理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？你们要的是稳定供货，我们要的是合理周期。这条款我重新写个方案，你看看。出货周期25天，违约金降1半。行，下次早说。
不用折腾2回。哥，改回来了。改了一半，够用。你今天没出门？没，在厂里。合同谈下来了，你去了也未必比我谈得好。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就是说你不用担心。我去仓库看看。小妹，金枝去哪儿了？厨房没有，厂里也没看见人。小妹，去把你哥叫回来，快去！你干的好事儿！你媳妇儿跑了，你跟她说什么了？她为啥跑？是不是你做了什么对不起这儿？小妹，账本呢？哥，他把进门带的原料和咱们账上的股票全算了一遍，进多少出多少，算得1分不差。这是要跟咱们两清呢。这孩子怎么能这样？大娘，请问周静家怎么走？金主家，你是城里来的，往那边走，过了2个院子左，有棵老槐树的那家就是。不过嘛，金主今早回来，在屋里坐了一会儿，就上后山去了，说谁都别去打扰他。哎，金枝，你怎么来了？接你回去。我没说让你来接，你数清楚，我进门带了什么，现在赔什么，两清。我不算这个。你不算我算，你翻到最后一页，进门带的原料折2000万，出门赔你2000万股票，扯平，1分不差。谁让你赔股票了？我没了旺家命，就是个普通媳妇儿，你用不着。我从来不是要用你。你没了感应，我知道。我从签约会那天就知道了。你让我自己去谈合同，你离开，然后替我想好了一切。难道没有？你没问过我。你带户口本了吗？带了咱们去民政局办手续。没带。明天你带来。好。早饭你还没吃。你说不带户口本，那你带了啥？你哪来的本事忘我？我赚钱养你。你这人话说的比粮票还值钱。那咱们厂新设备磨合完了，下个月能开足马力出货。王叔说20天出货没问题，违约金用不着赔。那就好。你今天回去吗？回。那走吧。